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哦！录影是在过年前的最后一次节目喽。那也先介绍今天一起加入我们年前最后一次节目的来宾，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董哥。是，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叶乾老师。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新年快乐！感觉快放假，大家都特别有活力，是吗？好有活力啊！但是呢，对于台湾议题，川普上任当然是活跳跳一条龙啊，全世界都在听他谈话，究竟还要出什么招？已经上任90几个小时，大家在算，当然到现在录影时间为止就不止了啦哈。他都没有提到过台湾问题，我们很多个人还有几个学者，大家是松了一口气，不谈也好。没注意到最好，但是呢，对于川普新的国安团队，到底台湾政府有没有办法掌握这件事情？吴钊燮发了个新闻说，嫌命用特殊管道跟川普新国安团队接触喽，而且他形容词叫做摸底哦，怎样这么厉害？还可以这样去摸底吗？那尤其是跟这个高层的战略对话、短暂会晤达成沟通任务之后，旋即返台哦。到底所谓的摸底会晤战略谈话内容是什么呢？不知道。但川普被大家的形容是很难搞啊。我们到底要如何跟他打交道哦？当然有专家学者建议，这个是 Bloomberg 的专栏作家建议的，台湾跟川普新政府要建立坚实的关系，锁定在一件事情，怎么样的钱嘛，商人嘛，所以要敦促更多的台企投资美国。台湾才会有生存的机会，要台湾付钱就对了哦。在中美的各种对抗里头，看到大陆对中国的政策，川普目前还是算客气的哦，10%的这个关税跟其他国家比起来，还跟先前比的谈的低很多喽。但在军事上的对抗如何，大陆则是进来动作非常的多。公布了一个潜射海空无人机的画面，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哦。这个是由西北工业大学跟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的研究人员联手出现的。这个很特别的无人机的发展，它居然是可以从水底下潜舰从水下发射，在海空之间反复往返，最后还可以再返回潜舰的无人机。所以这已经是海陆两用，海陆空空海两用，这种做法是前所未见。这样的秀科技的方法，未来可能的影响，当然是很大啦。哦，所以美中的各种对抗里面，在这一次由介质水到空气的介质哦，让大家耳目一新，是不是一种战力的大提升？包括了大陆的核潜舰产能一直在飙升，这也是美国所观察的。智库研究说，中国军工厂以每年3到4艘攻击型潜舰、1.5到2艘弹道核潜舰的速度，正在进行生产，非常的快速，以至于逐步迈向了叫做核常兼备、以核为主的这样的海军。美国当然很关注，但美国自己的航母呢，替换计划一延再延，各种的专家解读都认为哦，美国因为过去的去工业化的这样的进程，让造船业产生了一个重灾区，以至于保利成本很高啦，哦，各种的科技进展又不足啊，经费也没办法跟上，所以让造船业无法跟中国、日本、韩国造船业竞争。虽然现在川普喊着啊，你把这个产业工厂拉到美国来生产，就让你很便宜，那在外面就给你高关税，这能不能用这样的关税来弥补差异？现在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哦，因为光是比较大陆的造船业好了，手持全球70%的新船订单，光是一个比较值，2024跟2013一年全年增加接订单量6580万哈，跟成长了34个百分比，比一比，70%的全球的订单怎么拼啊？所以在物美价廉的这个标准跟前提之下，美国想要赶上，真的有蛮大的一个空间跟时间挑战。那么中国大陆这个首艘内核大型的清洁能源滚装船也正式下水了。这种新能源在川普喊着我要回到最传统的石油，回到的这个世界里头，这个新能源发展现在反而是大陆为主流了吗？还有川普回锅。
近印太这里也产生了很大的变数。川普就说不确定还要不要继续向北约投钱，还准备从欧洲撤出2万的美军。欧洲美军总数20%，这个要撤除的这个计划呢，现在可能都还在保留，而且他认为北约因为没有保护美国，为什么要给他钱？说不定再次再退出北约有可能。还有美国的全球部署将由欧洲要转向印太吗？曾经任职传统基金会的贝莱斯说，五角大厦资源过度分散，所以他建议要先考虑印太，再来考虑欧洲盟友。可是看起来他好像两边都不见得想要，只是要钱。是这样吗？还有应对了中国大陆的威胁，川普的新国防官员计划要大裁陆军，扩张海空军，这样可以省钱嘛？700亿美元的陆军预算，还有这个空军这个400亿美元的预算，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达到跟中国大陆的抗衡吗？有可能吗？而川普希望赶快做的是要俄乌要停战，现在越拖越久，越来越多时间了，要跟普京谈呐。那但是俄乌中战呢？他说希望很快见面这件事情，普京看起来不着急，而要结束战争，现在看起来也是川普比普京急。同时，川普还说要表达有意朝减少核武的方向来进行，赶快来谈。现在是两方这个快急跟有没有着急的这个状况，似乎正在转变当中。董哥，川普的上任，我们的国安团队走这一遭，有它的意义吗？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政府现在还是很紧张，因为他摸不着边嘛，必须紧张的。对，那川普在未来赖清德的任期一定是他最大的敌人，因为他让你捉摸不定的出招方式，那大家所害怕的就是你会不会成为美国的一个棋子来跟中国大陆谈判，眼下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所以赖清德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赶快派他的国安团队，希望能够跟对岸有一些接触表示过去没有在做。其实你要做的话，从川普当前就该做了，那时候最好做。那现在去了以后虽然吴钊燮在国安已经琢磨这么久了，但是因为你过去我们在押宝的时候是押民主党那民主党选输了，你现在又要押共和党，你是翻来覆去，所以对台湾来讲，它是非常的不利。那当然了，大家也知道，现在他川普把重点先放在有战争情况的一个俄乌战争，所以他这几天开始跟普丁校正，说你要来谈我不愿意伤害你们，但是我绝对可以怎么样？那当然，大家也看到俄罗斯的回应，说你讲那些恐吓的话都是老套，我也不怕你。因为两方面都是超强的核武国家，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川普虽然选前讲很多大话，可是选后很多东西他必须回到现实。说我上任24小时就可以怎么样，没有一项达到，除了他那些行政签署那你说要哪里停战，哪里怎么样，那些都做不到。那下来当然他不会把重点放在台湾，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所以台湾我们夸赞自己有多少地位，在川普这边他谈都不会谈你在川普眼中，你就是这个原子笔的笔尖而已你就是原子笔的笔尖。那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些吴钊燮去的时候，我们其实才要担心，为什么现在才去？那你要见到哪一些人，有没有代表性？你见到瓦尔兹吗？就是新的国安顾问，瓦尔兹还没有获得国会任命包括所有下面人都160几个人都还没有获得国会任命，他能跟你见面吗？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很让人家很担心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大陆的最近的这2个月最特殊的情况，从川普当选以来，他们一直在发布，这个是最重大性，发布我们最新的武器技术技术，包括6代机，包括什么？大家看一项接一项那他们到这一项之前已经发布过有8项，尽在不言中。我的武力不是你们所想象这样而且我会公布了，只是我们次一等的武器，真正更厉害的武器不会让你知道所以你现在看到他前线里面还可以发布还可以放无人机或怎么样，这些技术对他来讲是次等的。那前一阵子大家看到沈阳，看到成都那边出来的6代机出来那个都有不一样的功能，都让美国觉得说我们比人家退步太多了那这个其实它是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就是说从川普当选以后，他慢慢释放出来。
那川普一直很自大的认为说，美国的武力天下无敌哦，我们要支持谁要打谁都可以。那现在真正美国军方的人士，他会看到中国大陆释放出来这些东西，哦，都是我们美国做不到的。美国做不到的东西，在中国大陆很多都做得到的话，那这些都是军事方面的。我们也知道，在商业方面的，哦，包括大家所知道的嘛，对不对？电动车，中国大陆世界第一，高铁世界第一，那无人机商业的也世界第一，不用讲，大疆就占了全世界70%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还有锂电池，所以所有这些东西，不管商业的或者军事方面的，我们都比你美国强太多了。那你如果真的要开战的话，那我们不是过去的吴下阿蒙。这一次中国大陆不会像2018年被美国人突袭，搞一个中美贸易，这一次不会这样了。赖老师这次很明显的川普上任，当然意气风发，在做各种宣布，密集哇，真的一天签有够多的公报。这样的情况之下，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态度非常值得观察。你看现在川普是自己急着说我要跟普京见面，我们要见面，可是对方却是一直还蛮沉着的，慢慢等吧，这样的态度。大陆跟俄罗斯对于川普的这种讲，动作做一堆都是很冷眼的在看你还能讲多久，你还要耍多久，你还要做多久，然后再慢慢的再出手所以我觉得中俄之间的领导人在川普就职的当天的视讯会议，其实已经确定了川普任内的这4年内，中俄要继续联手来去应对或者来对付整个目前世界不稳定的一个状态。这个已经是确认的一个大方向，就在川普就职的当天就已经确认了。川普现在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他把他的前任的国务卿庞贝奥的安全维护把它解除了，把他的白宫安全助理前任的波顿的这个安全维护也都解除了，而他们的情报单位还在评估，说这2位人士都有可能会被杀害，也就是因为他们过去对于这个伊朗的这个指挥官派到这个伊拉克的指挥官苏曼尼嘛的一个杀害里面，那他们担心伊朗的特工会对于这2位人士会有安全杀戮，但是这个川普的意思是总不能保护一辈子吧？这代表什么？代表他讨厌这2个人已经到很严重的一个地步。那他要传达的一个训练是什么？我讲他是指川普。川普要传达的训练是说，他第1任的时候没经验，被这2位部属带着走所以他的一切的错都是这几位的错，他不会再犯同样的错。好，那你吴钊燮，你赖清德，你叫吴钊燮去接触川普的所谓的核心人士，你第一个你接触到谁？第二个你会不会又接触错人？例如说，你怎么把这些川普列为10大黑名单的人，有一堆人都请到台湾来？川普列为黑名单的，就是说，只要帮过他们做过事的这些人，只要帮他黑名单做过事的人都不要推荐给我，我的整个1000多个位置的所有的人都不用他们这几个黑名单底下的帮他们做过事的人。那这代表什么？不但是这些人永不录用，帮这些人做事的人也永不录用，而你赖清德却把这些人都请来台湾，你等于是害死台湾嘛？那这代表什么？你的外交团队、你的国安团队的评估一直发生错误。你现在派吴钊燮又跑去美国去，你跟谁接触？你会不会又开始又犯更严重的错误？好，我个人为什么会一直强调这里，就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跟观察的观点要转移到这个川普本人上，而不是放在他的安全团队上。为什么？他的安全团队最后川普一定要告诉你谁是老大，我还是你是老大。所以现在的他的安全团队如果没有跟上川普的脚步的话，一个一个都要下台，包括卢比奥，包括国防部部长，甚至包括他的这个沃尔茨安全助理，如果没有一个人跟得上川普的角度，每个人都要下台。所以我倒觉得你要把宝压在哪里，要想清楚。另外，我觉得大陆是这样子，大陆过去是长期以来是一个陆权大国，那大陆现在因为国家大、人口多、底子也厚了，所以他已经确定了，他们也是一个海权大国，也就是说，它是全世界唯一的陆权跟海权可以并重的大国，全世界唯一的。
美国是海权大国，大家都知道。那现在全世界唯一能够成为海权，可是美国人不是陆权大国，能够成为海权跟陆权大国的只有中国大陆。那抵制后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大方向一旦确定了以后，你看造舰的能力、造军、造战机的能力就源源不绝的。我觉得大陆正在走向全世界最强大的海权跟陆权双权并重的大国。前想怎么看这个海空两用的无人机？看起来画面很神奇耶。对，其实这个海空无人机，之前我个人就已经 study 过了。我们来看这一篇论文啊，其实这个是海军航空大学他所提供的论文，也就是它这个无人机其实应该叫做跨介质。哪两种介质呢？也就是空气介质跟海水介质，然后它可以从空中，然后进入到水下，到水下之后发射鱼雷，当然这是小型的啦，发射鱼雷攻击水面舰之后，它再到空中攻击陆上目标。大家说你就画个图也算了。那我们再看啊，继续看因为现在大陆的中国知网的论文有非常多都已经不对海外 IP 提供啊。那不过呢，有 IEEE 的论文可以看啊。那其实这个是交通大学大陆的交通大学他所发表的一篇论文，叫做哪吒 F 可折叠自行部署空中水下混合式载台啊。那这个载台呢，它不但可以空中水下飞，它的手背还可以折叠。那当然它是有图，而且它也测试过了。怎么说呢？我们刚刚讲说可折叠的就是这个手臂的部分，其实它是由无论是在水下或者是在空气中，它都是由这个旋翼来提供的动力，而且它有一个活塞可以控制它下潜的深度啊。那我们刚刚讲说可以折叠的部分，这就是在水下折叠的部分，而且它也已经完成实际上实体的测试，也就是它从陆地上起飞，然后起飞之后，然后直接到水下，然后到水下之后，然后再起飞。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从水下，然后1秒、2秒、到4.5秒、10.5秒起飞的状态啊，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构思啊，也就是未来的攻击模式啊，未必一直是空中，或者是一直来自于水下，有这种空中或水下的一个模式。所以当我们仔细的看这个福建舰的时候，它为什么在它的甲板上布有这么多的这一个光电的征收系统？其实也就是先一步的反制这一种跨介质的无人机。那至于潜舰的部分呢，2023年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就已经出了这篇报道，美国潜舰全面碾压中国大陆的这个时代即将结束，因为中国大陆在潜舰技术以及海底探测能力的部分呢，事实上取得进步，然后而且呢，它缩小了中美两国之间的一个差距啊。那我们来看啊，这个是在去年的时候所看到的这张照片，大家一直没有办法解读这一张照片。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看它后面没有龟背，也就是它不会是094的这一种弹道飞弹核潜舰，可是呢，它的这一个构型，就是帆罩的构型跟比例，跟我们以前所看到的093的各型潜舰相比完全不同。意思是什么？意思它是新的潜舰。那它的新的潜舰到底是哪一种呢？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个早在2022年10月26，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一个有关于在渤海造船厂它的一个压力壳。其实这个压力壳11.86公尺，也不是093、094的，那是哪一种呢？095吗？那这一个我们可能就要等中国大陆的国防部或者是官媒来告诉大家这么一件事。人类文明的未来就看 AI， 因此所有的强国都要看 AI 拿在手上的科技谁最强。美中也是如此。以川普来讲，一上任呢，包括了 AI 团队如何投资都是他的重中之重。甚至现在粗暴被形容简单而粗暴了警告全球的企业说，在美国制造，要不然就征新关税。简单来说，
全球的企业都要知道，要不就到我美国来乖乖设厂，我会给你最好的、最低的税率。如果你从境外进来的话，就要付很高的关税。他誓言要扭转巨大的逆差，就是说美国人的钱不是再随便让你们赚走了。他还自认为跟习近平关系很好，但是希望美中的贸易关系是平等的，有巨大的逆差，他必须要改变。但美国的两党议员呢，虽然看起来川普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宣布的策略呢，比过去都收回了不少，议员们却不这么讲。他们呼吁要取消大陆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终止作为对低价值的中国进口产品小额豁免的免税待遇。那更进一步，还要保护美国工人嘛，就要让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其实议会的强硬比川普更有甚之，所以中国大陆的市场呢，现在当然都很受关注啊。美国商会呢，在1月23号发布这个最新的环境调查报告。51%的人都对于在华的美国企业啊，都担心未来的关系会比过去更恶化。川普上任之后，在这样矛盾的情绪里，却又几乎是一致的看好中国大陆的市场哦。这个是全球管理咨询公司所发布的2024年外商直接投资的信心指数报告，里面显示呢，去年还是第7名的中国，现在直接跃升到了第3名的地位，跟新兴市场专项排名榜首。也就是说，在疫情之后，很多的外企投资离开，中美对抗之下，外企离开，现在外资反而又再度看好了中国大陆的企业的未来的发展啊。黄仁勋当然是指标 ，NVIDIA 他一待，这个老板待在这个大陆期间1个礼拜，还跟美女跳热舞，看看这个画面。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哦，旁边都是美女环绕啊，他的皮衣都脱下来了。跟在台湾比起来，闪电快速离开，待了1个礼拜，显然他认为中国大陆的团队在全球业务当中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他更有很多的时间停留在这里。很多分析师都认为哦，黄仁勋这次的访中传达的讯息在这里，友好的姿态，轻声倾听中国市场的声音是2大重点，所以未来 NVIDIA 也被认为终将成为机器人公司嘛。先前已经发表了好几款未来机器人呢，所谓全方位的生态系统如何发展，北京还有中国大陆这不管是技术或者是一些资源的支应，它也非常的重视。科技竞赛里头，大陆有没有超车美国？这大家都在观察。川普也发出讯号，他怎么说？美国呢 ，AI 开发要跟中国会有展开激烈的竞争。大家都知道，像星际之门，他看的可能就要马斯克啊告诉他了吧？哦，会建立实体。还有虚实整合各种基础设施，为 AI 发展提供动力，建设庞大的资料中心，这个是重点。Data 在哪里？为了赶上川普的5000亿美元星际之门计划，中国大陆呢也会扩大人工智慧的基础设施，未来预计5年要有1兆人民币的专案综合金融来支持。所以大陆的做法呢，在一波一波又发布的新技术里面，看到这个，大家真的觉得很有趣。机器人踢足球，你看到了吗？来看看这个画面。这个机器人直接除了除草啦，然后打仗，这个人形130公分，体重35公斤哦，它已经可以在足球场上面奔跑、转身、转圈、踢足球。这个是大陆的国产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推出的。哇，这个长得像人形的样子，踢足球还蛮灵活的，不知道可以到什么程度。还有大陆的人造太阳也出现了，电浆可以维持17分钟。打破了所谓这个叫能源圣杯啊，核融合的记录，也创下了新的全球纪录。或者是说，在太空科技，中国大陆的一些进展，除了太空站啊、发射的太空梭啊等等的，它也有中国科学家首次记录到一个16万公里以外的太空核声，所以距离地球很远的这个遥远的太空发现了这个核声波是很神奇。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其他生物还是代表了什么？真的还有待探测。而很多因为美中对抗嘛，尤其美国的政策上对于华人的这个各种担心啊，什么共谍一样的概念呢，
逼得很多学者离开了美国。又有一位知名的电脑科学家陈静离开了美国，加入了清华哦，他也被认为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加盟潮之一。还有华裔科学家戚美的啦，有著名生物学者啦，奈米发电机之父啊。这对于美国来讲，本来是自由的学术空间，吸引了全球非常多优秀的各界的人才。而现在这一波各种的包括歧视跟紧缩政策，反而让美国更紧缩之后发展却受到影响吗？赖老师，我觉得川普第一时间把 AI 作为他的一个发展重点。我们看到甲骨文啊等他们都进来啊，软银都进来。当然，马斯克马上就吐槽了，好说他的钱在哪里？说软银也不过就是100亿美元啊等等的。但是川普当然有帮他打圆场啊，说因为他讨厌某一个人，所以他才会这样讲啊。但是他们宣布说要5000亿要扎在这个 AI 上面，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因为 AI 这个部分里面，坦白说，它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跟强大的功能。那黄仁勋的英伟达，我觉得它在未来当然也是相当可以期待。可是问题是在于能源的问题，因为 AI 要训练像我儿子他就是学这个的，然后他就像他在帮他的姐姐在训练 AI。那因为 AI 要训练要需要很大的能源，大量 data， 大量 data， 因为他要不断的演算的时候就是要不断的耗能。那各位想想，能源不够的国家，它怎么能够发展 AI？ 那或者能源很贵的国家，它的成本就太高，它的 AI 就会受限制。目前全世界估计，中美在 AI 这个部分里面会成为领先者。而第2名跟第1名的这个中美的这个阶段会差距越来越大，像欧洲啦、日本啦、韩国啦等等，会跟中美差距会越来越巨大，而且会天地之差，那等于是都要被淘汰在外了。台湾赖清德不要一张嘴，我们讲实在话，你先解决我们的电的问题，因为就像大家都在问川普说，你要发展 AI， 电的问题在哪里？因为美国现在的电很明显的少于中国大陆的电，大陆早就知道要发展 AI， 你的基础设施要给它，那要给它就是要电，电里面你想想看，又要符合气候暖化协议，所以在绿能电这个部分里面拼了命做那绿能电以外，那你看还有一个就是欧洲所通过的核能的电，也是属于绿能的电，而我们台湾现在的核能电还是不能用，而大陆目前在全世界50几座核电厂新建中，1半以上就是大陆的。那也就是说，因为核电厂盖要一段时间，那你想大陆在未来再过几年，它的核电厂陆续完成了以后，干净的电就是绿能的电，那么结构比重会越来越大，火力发电，然后这个天然气的发电比重扩大，但是这个碳的发电在减少。那这个代表什么？这个能源的战略支撑的 AI 的发展，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黄仁勋为什么要一直往大陆跑？其实他也知道大陆的基础设施会提供给他们的发展的一个空间，而且会让中国大陆的 AI 会释放出更巨大的能量。现在就是川普本身要不要做基础设施，要不要砸下重钱的一个问题。好，川普一直希望能够把这些制造业带回美国，可是我觉得他要解决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美国人现在愿意去工作，可是他愿意在服务业工作。可是美国人愿意到制造业去工作吗？我觉得这是你要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制造业的劳工招不过来，待遇不能提高，那你怎么能够把制造业引流回到美国去？第二个，那我刚刚讲的，制造业比服务业还要辛苦的情形下，你的工资成本一上升，你能不能提供给他一个更有利的一个竞争环境？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还是强调能源的问题，制造业就是大量使用能源。最后一个那就是物流，你的港口东岸西岸连要把它自动化都拒绝，而且还跟资方签署了保证，说绝对不自动化。那你不自动化的物流，如果所有的产品工业产品生产制造出来了以后，如果都卡在码头上运不出去，或者原料运不进来，那你美国凭什么成为制造业大国？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你美国没有解决之前，川普你4年没解决之前，你也别想成为制造业的大国。其实美国本来最引领全球当然是科技创新的能力，它是高科技，制造业反而一直不是产业发展的重点。现在把产业制造业要拉回来的时候，高科技的竞争力却又不如以前了吗？我们这样讲
我们看到川普他提出这个星际之门 Stargate， 那这个是有关于 AI 的人工智能的一个基础建设。其实，在世纪之初有一本书叫做《新战争论》，《新战争论》里面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人类是怎么样工作的，它就是怎么样战争。那我们来讲看了文明的变迁啊，那这其实是发表了一段时间的一篇论文啊。那他在这边讲文明的变迁，那当然啊，从农业时代一直到那个工业时代，一直到现在的信息文明时代啊。可是如果说我们直接的从工业时代看到现在信息文明时代，我们就会看到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手机都是真正的核心是什么？真正的核心只有两个，第一个是电，第二个是晶片的部分啊。有关于晶片的部分呢，大家一直都认为这个是中国大陆的短板，但是事实上是吗？那个去年啊的约略是这个时间，也就是春晚的时间。其实呢，我们看到什么？那时候我就拿出这张图啊，那这张图其实是辽宁跟沈阳的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分场。可是我们一直看到在里面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意象？我们看到了晶圆，我们看到了晶片，我们看到了晶片，然后这里还讲永丹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使命。为什么在辽宁？为什么在那个我们讲到的沈阳这个地方呢？其实那个就是哈工大，而且我在2023年的节目里头，我也直接拿出了中国大陆的论文的这一些统计啊，这个统计是我自己做的。那我们来看啊，有关于极紫外光刻机的部分，它的论文非常多，这只是其中一页啊。也就是当中国大陆进行以举国体制啊进行这个光刻机开发的时候，那个你美国啊，不要以为你可以封锁中国大陆，你封锁不了的。就像你现在你在那个无论是军舰，无论是6代机，无论是那个电动车，你都赢不了中国大陆。为什么？因为那个就是“12.5”的建设的结果啊。那实际上我们来看啊 ，Forbes 他提出了2025年的中国大陆的人工智慧。其实他这里面讲啊，中国在2024年啊，其实它的全球贡献排名也是属于领先地位。这个领先地位是什么？你提出多少论文，事实上你就有多少的成果，有多少的成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点点滴滴。董哥，这个科技大战当然是从地球打到太空，那各种看到机器人可以踢足球的画面，其实让大家知道，现在未来机器人 AI 他们正在决战当中。最近美国自己做的调查哈，黄仁勋的辉达就是英伟达它的市值已经超越苹果了。那这是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因为它有未来的发展性，然后大家都大量地去投资。那台湾当然你可以看到了比如说林百里他把重心就放在这里，所以它是一个未来有前景的。那当然，如果要在台湾发展，台湾就是刚刚赖老师所讲，我们没有电我们一直骗黄仁勋来，其实我们电力不充分嘛，你什么都不用讲了。这个真的就是台湾最大的2个问题，一个就是人员问题，民进党乱搞；第二个就是少子化。马英九时代，我们1年小朋友出生20.5万人，现在只剩13.5万人。你看，你没有人来用你的东西，对不对？你有好的机械，也没有人会使用，因为人不够嘛。这个是很简单问题。可是你要看现在川普当然上任，他要求全世界那些制造业不是美国的专长，必须到美国来设厂。那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是问题？因为制造业美国的工人不做嘛。那最浅显的例子，台湾人最熟悉的，就以台积电来讲，你知道台积电的魏哲家上个礼拜到台大 EMBA 去演讲，他讲其实最深刻，大家最有感觉。我把魏哲家的重点讲给各位听，你会吓死。他说我们开始要先建厂。我们然后找了很多工人，说我们要盖一条生产线。他说没有人听过生产线不晓得什么是生产线。他说，你们那边，你们旁边不是有个 IDM 吗？IDM 当然就指你们的那个英特尔嘛，对不对？大家讲英特尔10年前就没有工人了，我们哪会知道？美国已经到这种萧条的地步，
他说最后工人没办法做，我们请台湾找一些人去装，被他们抗议啊，一不告到行法院。哦后来只好从德州，我们有1半以上的工人是从德州把它运到亚利桑那州，这是这是魏哲家讲的。然后第二个问题苦啊，人工又贵啊，又没有人。又人工贵又没人，然后第二个法令多如牛毛。他说当地政府的法令跟中央很多不一样，没错没错。他说怎么办？当地政府跟我们商量说好，那你们出钱哦，我们请一些专家来定法令。然后他们就一直开会，请专家来，由台积电出钱，开会开了无数的会，他说定出多少法规，你知道吗？18000条。哦，各位拿我的钱，然后定了，他光请这些专家花了3500万的美金。他钱当然不是问题，可是你看到时间我们就被延宕了。他说他们要做我们3奈米，至少要5年以后，要能够技术那样成熟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那边做的人真是非常辛苦啊。魏哲家说他实在不太想讲很多，可是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这些被强迫去的人，他说我们要做一个东西美国一个化学品，美国做不出来。然后要我们用当地价格5倍，他说他怎么办？他只好用台湾，找过去运过去，运到 LA 的那个港口，然后再用那个车子把它运到亚利桑那，他做一做都比美国还便宜。你看一个台湾最好的厂去那边受到这种羞辱，全世界那些国家怎么做？所以这就是一个政治现实。美国自己本身的工人技术还有那些产品自己不设法先解决掉，要人家去送死。这个其实是很为难的，所以全球企业会川普喊一喊就去吗？大家还等着看了但是他要赶走移民这件事情，倒是川普确定的事情，影响最大了。除了墨西哥、中国大陆，再来就是印度了。印度外交官传出来，26、27号就要出访北京他先改善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再来回头看看跟美国的移民关系怎么解决。因为呢，专家表示，印度需要加强对人工智慧，一样是 AI 这个战舰压住，那就有些科技技术需要来做这个隐形飞弹的驱逐舰。印度总理莫迪说，保护印度洋很重要，95%的贸易都是中国强大影响之下透过印度洋进行的，所以印度陆军要采购47辆新型的这个 T-72的桥坦克以加强越障能力。好，还有计划在边境紧张局势之际对于孟加拉而言，其实过去跟中国大陆也相对关系紧张的孟加拉现在也在改变战略，对印度采取最危险的行动邀请了巴基斯坦高级军官去访问，也在做自己的平衡。而中国批准西藏大型的水力发电计划盖水坝印度又挑动了敏感神经，有各种抗议，关系又紧张了。但印度人呢，在美国、加拿大都是杜鲁道已经预告辞职下台，所以很多印度人移民说是形容叫做穷途末路，才刚来到加拿大就准备要回家了。印度学生也是加拿大学生说，根据自己的经历说加拿大已经不再是充满机会的国家。过去在政策里自由派的黄金时代真的过去了吗？那看着川普也威胁加拿大成为第51州，加拿大广播公司说超过40%的受访者都认为他们可能都会选择离开加拿大。加拿大失踪的印度学生呢，被说是非常的高，因为这个大概2万名印度学生纳入其中，总数里头占比的很高。从去了加拿大没有被登记在里面到哪去了？失踪到哪去了呢？而在美国的同样也是一样的道理，印度政府打算要从美国接这个非法移民回来，大概有1.8万这么的多。过去拿过了什么透过学生签证各种的方法啦，这些印度公民占了3/4，合作遣返的1.8万，先把他接回来，然后让川普不要那么麻烦那么生气，这是他们的解决方案之一。而川普的关税烧到印度的是什么呢？包括了印度的电子供应链的发展会被说要减速了各种庞大贸易逆差也冲着手机太阳能电子供应链而来。消息人士在这个报道里面甚至说印度跟美国试图安排莫迪跟川普尽早见面，可是川普现在好像比较急着想要见包括普京还有习近平赖老师。印度从原本在这个华尔街工作的印度裔的，把印度吹到天上以后一堆投资就往印度移，好像就说印度马上要取代中国了。我那时候吹得沸沸扬扬，台湾还有很多人也每天在讲说，哎呀，印度要超过中国了，中国不行了。
结果现在见真章了啊，印度整个崩下来了，而且崩得很惨啊！你看它的股市也好，它的货币也好，还有它的本身的 GDP 的就业情况都越来越糟。那对于印度来讲的话，他其实也很清楚的知道，他在继续选择跟中国大陆对抗，这简直是一件可笑而荒唐的事情。所以他的外交部部长最近都在吹风了啊，一直在转向说，哎呀，以前呢、我们都是受到理想主义的影响了啊，受到不务实际的这些不现实主义的影响哈，然后就一定要仇中反中对抗中国大陆，好像把中国大陆压下来，我们印度就会赢。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到现实主义来看，中国大陆不是我们印度能打败的，因为它已经遥遥领先了，印度是远远的落后在后面，这个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印度该怎么办？那现在川普上来了，川普的课税，不客气的，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就对印度课税了，所以当时莫迪还跟川普叫板，结果川普就说我连哈雷车都要课税。因为美国的哈雷车有很大一部分就在印度生产制造的，我连哈雷车都要课税的情形下，我们看到莫迪后来就萎缩了啊，就是说先硬后软。那现在的情况是一开始就先软了啊，也就是说，那我自动的帮我这个非法移民的，我把自己的把它接回来，自己掏腰包把它接回来。那印度最多的非法移民是经过哪里？不是经过墨西哥，不是经过中美洲，它是经过加拿大，主要是跟大英国协有关还有跟他的英语系的系统被英国长期殖民以后有关系，所以他们很多的非法移民是从加拿大进去，那有一部分就留在加拿大，有一部分就进入了美国。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莫迪自己就要把他们接回来，然后用这个方法来讨好川普，就是说这样子我们可不可以先见面？但是问题就是见面对川普来讲可以，但是税还是要课我想这个对于川普来说它是两码子事。就是一码子归一码子。好，那以印度来讲，他想要超越中国，想要在量子或是想要在 AI 超越中国，我觉得没有这个条件，因为它的基础设施确实不够，它的能源确实不够，它的空气确实不够干净，水也不够干净，它的基础的东西没办法超越。那没办法超越，他又一直梦想的要跟中国大陆竞争。一直梦想要跟大陆竞争，他又开始谈到海洋大国了，说你看我们印度洋这么重要这个世界亚洲的贸易、欧亚的贸易那么很大一部分都走这个印度洋，所以我们印度一个南亚的最大的国家应该要牢牢的控制印度洋，但是现在我们又控制不了，所以要联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来共同的来支配这个印度洋，避免说印度洋被中国大陆所掌控，所以我们要研发很多新型的战舰。那一口气出了很多战舰，我想当然小舰长搞不好会分析这印度的战舰的一个数值那我们一看到印度的战舰说这个可以打败中国的战舰，我们都有的很想笑，我们就说好，你说了都算。但是我们不太理解的地方是在于，既然海权很重要，那海权没有空权是不行，结果你却花了很多的钱去买陆权的而且还不是陆权的，只是陆军的。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装那个坦克的架桥车这样的架桥坦克，那很明显的它是要用在高原的山地作战嘛。也就是说，在高原的山地作战中，让这些坦克能够在崎岖不停的这个山路中架桥，坦克就能够走嘛或者车辆能走。你会感受到，就是说，印度是一个逻辑上非常特殊的一个国家，可能跟他的宗教信仰有关，因为很跳痛所以我们有时候对印度的人他们的讲话的跳痛，我们都觉得真的是多元文化的美好，就是会让我们生活多一点乐趣。就跳痛的印度人真是很有乐趣，他们在哲学也是蛮深度的，不一样的世界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印度现在正在担心美国要驱逐移民的问题，而跟中国大陆的贸易，甚至现在边境连水库都还有一些争议。小舰长，我们看到这个印度它下水了一艘，也就是苏特拉号这一艘，他说是人工智慧，我也相信是人工智慧，是人工
的指挥，不是 AI， 是 MI， 这样子吗 M 是 mandate。好，那我们这样讲，的确啊，我们看到印度的经济啊，它的确就是靠着印度洋。不过这个印度洋呢，我们看到这里是马六甲海峡，然后这边呢，其实就已经要通往阿拉伯半岛了。那这个部分，其实在2013年，这个印度的海军总司令就说，解放军有固定的这个柴电潜舰，那在这个印度洋上巡弋啊。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就知道啊，印度其实它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之前为什么要求这个孟加拉要退出这一个圣马丁岛，因为他在这个拉姆比里这里要新建一个潜舰基地啊，所以他有这个需要。至于说啊，有关于电的部分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么多 AI 的这一些，无论是算力或者是研发的过程，你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电，而且不只是电，需要的是绿电。那所以中国大陆为什么在雅鲁藏布江上面啊盖了准备要盖这个盖一个水坝，然后发展水力发电呢？这个是国外的这一张图，它很清楚的标明，这一个水坝的位置，实际上来讲是在西藏的境内啊。那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中央社啊，果然很有一套啊。它不但不标明啊，它还把这里藏南这个地区啊，它标明是一个主要争议区。不对，藏南就是中国的领土啊。那我们来看这个地方，而且其实它已经经过这个墨脱了，所以其实这个大坝没有什么好争论的。而且其实大坝它要水力发电，不是就会持续的放水吗？所以这个印度你也不要太在意这个问题啦，反正你们要洗澡就跳到恒河里面去嘛，不是吗？那我们这样讲中国大陆为了要产生绿电，我们台湾是一天到晚在那边打理余温啊，部队的顶楼啊，什么通通都做。可是中国大陆不是啊，中国大陆到沙漠去。那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到它这个绿电在新疆、在西藏做完之后，西藏最主要的是水力发电，直接的送回东南的地方。这一个它叫做特高压的输电网，我们台湾有吗？我们台湾只会一天到晚说北部电力不足。可是我想请问一下，新竹有发电厂吗？好像也没有。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移民的问题，印度人在非法移民美国是要把他们赶走的，可是，在加拿大却发现是很多人主动要离开，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加拿大大家也知道，去年的10月加拿大驱逐印度的外交人员那印度就施以报复，就驱逐他。所以这个外交破裂是因为加拿大很生气，就他们那边印度来的锡克教领袖被谋杀嘛，他领袖被那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发生2年多了，可是印度一直不承认，而且拒绝配合来调查这个案子。那加拿大下去调查以后，他的外交部他前阵子讲，而且对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讲，他说所死的人就是他们莫迪的左右手，内政部长他说就内政部长，他叫沙阿他说其实就他手死跟授权，对，就是你政府去授权去暗杀，怎么可以在我的土地上暗杀你们自己的政敌呢？那这个其实是很难堪的。那这个事情吵那么久，当然现在因为杜鲁道已经下台了。但是因为那个已经破裂了。过去他们大英国协这些都会很接纳同样讲英文的啦。印度那现在川普不讲这一套，川普只看不要让我多花钱，所以第一个被报复的就是加拿大，对不对？加拿大51州，就川普是再三再四的讲，羞辱到杜鲁道只好辞职啊。